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一场是绝对不会露宿街头的。这演出即将开始，各位准备好了吗？夸一下这位老总。英俊潇洒。你会说瞎话？你见过这样放菜单的吗？我感觉那个下一秒就要放在我的胸前了，这样捶我。说几个人来的？说。我今天能来这儿录，多亏了长得像小鹿。足球场真的太大了，一个足球场到底有多大？相当于一个足球场。高铁上我旁边一对母子，孩子一直在吵，我坐在旁边不管不顾，就太像孩子爸爸了。我觉得高铁还有比较好玩的是那个乘务员，他就说话就特别小声。今天晚饭你需要吃吗？哦，我说不用了，谢谢，免费的哟。汤包跟你俩还谈心呢？跟汤包出去玩的事儿别怪我啊。哦，没事没事，你们好好过吧。什么好？闲鱼便宜，闲鱼集市更便宜。本节目由闲鱼独家冠名播出，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税。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长康100%纯粹、长康100%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喜之郎果冻多点关心多点爱指定产品赞助播出。连接你的热爱。本节目由大麦演出联合出品，买票上大麦。上微博搜索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进入话题页，点击露宿街头的好笑创意征集参与活动，为你心中的宝藏段子手投票。哥哥，你来了！我异父异母的妹妹，切特写。我今天来这个节目就是感受一下脱口秀。我很期待你这次来能够帮我们一下，因为我们脱口秀演员，我发现我们特别没有综艺感，就很影响他们在现场的发挥。其实综艺感这个事儿没有的话，它就是没有。啊，好，那就拜拜。但是我还是可以稍微看看他们有没有综艺感。好，测试一下他们。我们先进。好，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让我们来欢迎小鹿和他的双胞胎哥哥登场。我们觉得迪哥，因为他统治了中国综艺节目80%，不能这么说，瞎说。好，那儿还有半壁江山呢，我就一半。综艺一壁江山，对他一半，他一半，我一半，合起来就全部。接下来就让迪哥看看你们有没有综艺感。先认识认识你。大家好，我叫孙玉，我来自南京，我长得不帅，但是长得很有个性。什么玩意儿？没有综艺感，把他拖到那个巷子里去。下一位。没有，也没有，你也没有。我是一个 rapper， 还是没有。就是没有。蚂蚁呀，都没有。其实综艺感这个事儿没有的话，它就是没有。没事儿，没综艺感也不影响我们讲脱口秀。其实我觉得有特色，不用压着自个儿那个特色，多试几次，找到自个儿节奏就行。对。好，新人的演员上场名单是：第1名柳三变，谷歌、包可爱、孙玉、大汉。祝各位一起成功！今天我们绝对不会露宿街头的。来现场准备。已经受不了了，是不是？必须得开始跳舞了。舞蹈我还是不会，真的唱不下，我连腿都对不上。我们俩一上去就要开始跳吗？一上去就跳。我有点紧张，因为我其实没录过脱口秀节目。你肯定没问题。让我们有请最犀利的主理人翟佳宁，有请最靠谱的主理人周奇墨。希望大家录制开心啊！有请最热闹的主理人大张伟。玩的开心呐！来啦！有请迪哥小鹿带来开场秀表演。
想去不想去，哇哦哇哦哦，没任何原因，哇哦哇哦哦，朋友们都要去冷静冷静，情绪稳定。去不去真的别在意，勇敢拒绝很了不起。想去再去，放心的做自己，朋友们依然会爱你。不去不去，时间留给自己，自由是最简单的道理。谁爱去谁去，反正我不会去，哪怕没有重要的事情。不去不去，谁劝我都不去，我也不会觉得对不起。谁爱去谁去，别再问我原因，有可能就只是不想去。我不去。好棒，小鹿真的很棒。小鹿这段表演已经要罚款了，真的。又用的是刘维的原声，然后舞蹈也跳成这个样子，我用余光都怕它影响我。没事没事，结束了结束了。哥哥。很少见，真的很惊喜，很少见过这种手语类的舞蹈。为什么要一上来唱不去这个歌啊？因为大家现在都有些社交方面的问题嘛，可能有些无效社交不想参加，这个时候你不方便拒绝的时候，直接就放这首歌不去。其实这首歌也可以用在那种比较浪漫的环境里头。有人求婚说：“你可以娶我吗？”不去不去，谁见我都不去。哎，我们知道杨迪跟小鹿啊是兄妹，网上老这么说，我觉得哪儿像，一点都不像。就是我最早参加一个辩论节目的时候，突然有很多弹幕说：“哇，这个人好像杨迪，好像杨迪，好像杨迪。”我当时还心情开始还不认识很复杂，就已经尝试到成名的苦了。那时候就。我想确认一下，是不笑的时候像，还是笑起来更像？我们先来个不笑的哈。不像。再来个笑的。牙很像，牙很像吗？我的烤瓷牙好一些吧？我的假牙更白。我们还有更像的。对，你们俩太像了。咱们拿个缸来给他们养缸里，好不好？行嘞，我们杨迪本身也是品鉴这个幽默呀、好笑的大师啊，今天来就玩得开心啦！好，谢谢。那么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请你们看，你们手中有这样一个卡片，对不对？所有演出结束后，根据您自个儿的感受进行打分。在单场评分4星以上，评分达到70%以上的，我们就能解锁优酷平台提供的各种奖励。相反，没有达到70%，就要准备露宿街头。10场演出之后，总好评达到70%以上，就能够解锁2026全年的大麦全国巡演。好嘞。那么今天呢，其实给各位一个惊喜，因为大家平时特别喜欢杨迪，看过杨迪很多可爱的表演，但是从来没有看过杨迪演脱口秀，对不对？真的，说实话我都紧张。杨迪要演脱口秀了，哇！那么下面就要有请到的就是二狗来演出，二狗。等一下，啥意思啊？没到我哈。因为有热场大嘉宾二狗。OK， 我今天是助演嘉宾，然后也是开场嘉宾，希望各位能够开心。还记得口号吗？我们来喊一遍好不好？来，众所周知，我们一直班的第一班是。OK， 前2期一直在聊爱情，今天我们聊聊工作，好不好？来，有工作的鼓鼓掌，我看一下，有工作的。我没有，我失业了，我们都算没工作吗？对啊，很好，占了一大半。想换工作的请鼓鼓掌。张东要换。让我来看看这些希望找工作的朋友们，我来看看。这个大哥你也找工作吗？我不找工作。您现在做什么工作的，大哥？我做汽车助理。您是做老板是吧？对。你们公司大概多少人
大概30-40个。哦，哇，大公司大公司，您最喜欢什么样的员工？有责任心的。可以，那你呢？你想换工作吗？你有责任心吗？有时有时。什么时候有责任心？下班的时候。老板喜欢这种下了班还有责任心的员工吗？不喜欢。你那边大概员工薪资能大概说一下吗？有责任心的大概薪资多少？7-8千吧。7-8千，很好了。那问一下中间，这位小哥哥你好，看起来非常的年轻，怎么称呼你呢？小杰。小杰，叫你卢卡斯好吗？卢卡斯这个名字听起来会有一点责任心，知道吗？卢卡斯是什么职业？学生。您现在学的什么专业？经济学。经济学。如果现在有一家公司提供你实习的机会，你会愿意吗？可以，我很有潜力。老板你好，哎你好，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？如果你现在新招员工的话。什么驾照？好，什么驾照？我还没开驾照呢。他没有。没有驾照。没有驾照。你还有潜力？你有个屁潜力！这个租车行没有销售环节吗？纯就是开呀，只招司机。销售在我手上。销售在你手上，你还管控油水最多的一个部门。那如果是这个男生和那个有潜力股的那个年轻的那个小伙子，你更期望是哪一个来当你的员工？有潜力吧？为什么？有潜力了。谜底就在谜面上。掌声送给这个大哥。特别好，这边来互动一下。这边有想找工作的吗？随便问，来，男生女生都可以。这个嗨，你好，哎，帅哥，有点内向。对。平时性格就是很内向。对。平时。我可以叫你中分哥吗？中分哥好像已经有人有。那叫偏分哥。您之前有工作过吗？有。什么职业？程序员。程序员非常好。现在还在工作中？没有。现在是求职的状态。对。非常好。那你会开车不喽？会呀，会。你说说你的优点，来说3个，开始。我会拍马屁。哎呦，过来，来。哎呦，看出他非常的内向。薪资的涨幅远远取决于就是情绪价值的提供，请用具体的词夸一下这位老总。开始。英俊潇洒。你会说瞎话。大哥，给他一个机会，问他一个什么问题，随便问，看他的反应程度。来，随便问。把发型换一下。他的意思，把你的中分换一下。如果在你的甲方那边出现，就是你的上司让你换发型、改变造型，你是 OK 的吗？那不行。很好。内向，但是有骨气。怎么处理呢？他说你就要换，你这个发型就是不喜欢。那我觉得老板的发型其实好像也……哎，别骂老板！你不。有潜力，兄弟。那大哥，回头让他加你一个联系方式。OK。来，掌声。谢谢2位，掌声送给这2位了啊！谢谢。希望各位不管开心还是快乐，都要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，好吧？自己喜欢就行。感谢各位今天表演结束。谢谢二狗。二狗其实来这儿呢，大家都已经玩得很开心了，对不对？节目现在结束行不行啊？就到这儿了。不可以，因为杨迪要开始脱口秀啦！有请我们的杨迪。那我就去了，真的是没试过。大家好，我是杨迪，真的有点紧张，因为日常大家看到我的时候，总觉得我肯定讲过脱口秀，对不对？从来没讲过。之前那些都是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故事，而且实际上我认为自己没有达到脱口秀的内核，因为不是我自己说的，是著名脱口秀演员庞博说的。但是如果真的要讲我跟脱口秀有什么关系的话，
小鹿，脱口秀大女主。哎呦，我跟小鹿现在已经亲到什么地步了？我跟她老公汤包单独在香港玩过，2个人还去坐了摩天轮。这个事儿你知道吧？这个你不知道吗？他没把照片发给你吗？那天晚上我跟她老公在兰桂坊玩到凌晨4点多。那不叫给小鹿听啊。汤包到后面眼神真的有点迷离了，他看见我的杨迪没有开玩笑，因为我跟他们夫妻俩关系都很好，我们都住在上海嘛，所以有时候会约起来一块玩。之前有约过一起玩桌游，那天汤包他们夫妻俩要去那边玩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哎，我在家里卤一个鸡爪带过去，给外国人带鸡爪子，但是我又觉得，哎呀，给外国人带鸡爪子会不会吓到他哈？所以我那个时候非常认真，把每一个鸡爪子的指甲都剪了的，我就这样子，免得他们觉得这个中国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结果到了以后，一拿出来汤包，哦，我们不吃动物的肉，吓得要命。我真的只是单纯想要分享一些美食给大家，因为我对吃的东西非常有研究。这么说吧，我的食商很高，但是我就经常被一些不太会吃东西的朋友搞得非常无语。因为我有个朋友就这样子的，就非常不会点菜。比如说有家餐厅，名字都已经写在那儿了，你就知道应该点什么了。牛腩王，点什么？点牛腩嘛，对吧？我们一行几个人，每个人都点的是招牌牛腩捞面。我那个朋友看菜单，第一页他永远不看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直接招牌菜翻过去，老板，鱼丸粉。OK， 确实那个鱼丸粉味道也非常一般哈。吃完之后，当天晚上的一个宵夜，我们吃了一个甜品，芝麻糊专家。我们进去以后，每个人都点芝麻糊，他开始点，第一页绝对不看，杨枝甘露。然后，杨枝甘露端上来，好难吃，而且他看着我们的，你们吃的是什么？好香啊！我说芝麻糊，黑芝麻糊专家芝麻糊。其实每个人喜欢吃什么东西都可以，但是我会觉得，既然已经来到这家店，牛腩王、芝麻糊专家，是不是要吃这家店最好吃的东西？这样才不虚此行嘛。所以我呢就是非常爱吃东西，所以每家店每顿饭对我来说也非常重要。所以我选餐厅就是有自己的独门绝招。大家选餐厅可能都是看好评，对不对？我不看，我看差评，一定要看差评，因为好评可能是大家就是刷出来的，但是那个差评大概率都是人写的。比如说一家餐厅哈，他写上菜太慢了，哎，这么慢你还在这儿等，好吃，应该是好吃的。再看评论，分量太少了，是不是吃完了？物以稀为贵，绝对好吃。老吃家，老吃家。所以大家看这些评论，他写来写去都不会写这家东西不好吃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昧着良心写它不好吃，因为真的好吃。大家一定要学我，就看那个差评，包括那种服务态度太差了，这个大概率也是好吃的，因为就是因为他们家东西好吃，他才有底气态度差，是吧？但是哈。态度也不能太差了，马上都想哭了。有一次我有个朋友推荐我一家粥底火锅，说特别特别好吃，但我朋友打电话说他可能要晚到一会儿，让我们几个先过去吃，我就去了啊。当时还没有到饭点，所以说位置比较空，就选一个比较偏僻的位置坐在这儿。刚坐下，招呼我们那个大哥，不要坐那里了，太远了，我上菜很麻烦的。好拽。真的态度好差，但是因为这是朋友找的餐厅，我没来得及看评论。但凡我提前看了评论，知道他态度这么差，我还有个心理准备。上来就这样干，给我干懵了。但是呢，朋友还没来，他找的餐厅，我肯定要等朋友来嘛。没办法，大哥让我坐哪儿，我就坐哪儿了。我刚坐下去，我们所有人全部弹起来了。为什么？吓的。他那个菜单，胶皮菜单，说吃什么？你见过这样放菜单的吗？我感觉那个下一秒就要放在我的胸前了，这样捶我，说几个人来的，说不说吃什么？这种感觉，我当时真的就上脾气了。说实话，因为态度太差了，实在受不了了。我说大哥，你什么态度啊？
大哥态度比我还差。我什么态度？我不就是问你吃什么吗？怎么啦？马上就要干仗了。旁边一个阿姨马上把那个大哥拉了一把，那个大哥骂骂咧咧就上2楼了。那个阿姨说：“小伙子，不要跟他生气，今天老板一大早让他去送外卖了，今天还下雨，他心情不好，你们快点菜吧，我们家很好吃的。”我真的很想吃，真的吃不下去，因为那个大哥还在2楼还在骂我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我说：“阿姨，我知道你们家很好吃，我也很想吃，但是我不敢吃，我怕他给我菜里面吐口水，因为真的得罪，就是很担心这件事情。我想投诉，你们老板在吗？”话音刚落，老板马上：“我在，什么事，小伙子？”我说：“那个老板，刚才我们来的是那个大哥脾气非常差，他让我们坐在这个位置，让他这么说，所以这样子，老板我不吃了。”一番输出哈，结果那个老板，好的，小伙子，我知道了。老刘，你现在马上卷铺盖馆走人！老板比我还猛，我吓疯了，我真的吓疯了。你们知道我当时怎么做的吗？我当场就吓跑了，我头也不回，非常快地走在那个马路上，因为我脑补了一个画面，那个老刘什么都没了，心情也非常差，工作也没了，冲出来追打我，所以我吓得要死。今天因为要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哈，我把这家店的那个评论又翻出来看了，越看越想吃。真的，我很好奇这家店到底什么味道，我到现在都没吃到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我震惊了，我看到一条评论，前台那个大哥态度差到像我们欠了他钱一样，老刘还在那儿上班。不是说老刘卷铺盖走人了吗？等于说每天都要演这场戏，是不是？一般讲到这里，脱口秀演员应该会看似讲这个故事，其实有一个内涵的故事，大家去悟。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结束，因为我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如果按照我的结束的话，我应该会这样结束啊。有句话要送给老板和老刘。老板，老刘，你们都骗了我。太牛了，他们没有找编剧。这个结束太好了。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哇塞，刚才这一段火星情报局真不错。加长版火星情报局有什么感觉不一样的啊？因为之前确实在火星情报局也分享了很多自个儿的故事哈。但是我们讲故事的时候，其实中间可能有一些插话什么的，一来一回，然后互动啊什么的。对。第一次这么急切的希望有人跟我互动，发现没有，赶紧继续往下讲。刚才这一段特别像你说完之后，刘维接着跳舞，就是就是这个节目的流程，就怕打不住底，赶紧来段依赖摇。脱口秀就是大家都是哈，就是说自个儿生活中那点事儿。对，而且杨迪老师在台上那种游刃有余的劲儿，感觉很多演员真是很难比拟。哎，我也在调整，在适应。还好我跟小鹿长得像，学了点他的经验。什么？但跟汤包出去玩的事儿，别怪我啊。哦，没事没事，你们好好过吧。什么？哎，汤包中文怎么样啊？中文还行吗？哎，我发现汤包跟你俩还谈心呢。啊，聊了很多有的对，没的。他跟我讲，因为一般迪哥日常生活当中也非常的综艺，他一直在逗大家笑。后来汤包又跟我讲，哎，迪哥很认真的跟我聊了很久的天。我说很有可能，因为我跟他待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，所有的笑话都讲干了，只能谈心了。那个游天轮啊，实在是大的那种，是吧？我没有想到那个摩天轮50分钟。那你上面给他猜歌啊，你的曲库全都来了。对，专门看夜景的，上去不动了。我是你爹，你是我儿子，那个就开始跟他玩。对，是不是英语口语都变得好了？变好了。行嘞，咱们再次掌声送给杨迪，谢谢。脱口秀首秀成功。
哎，那么下一位人呢？翟佳宁啊，知道你本身要讲脱口秀，因为他知道你的效果一定非常炸。因为翟佳宁是谁？他是冠军，对不对？冠军就要挑战最难的，所以下面就要有请到我们的最强主理人冠军翟佳宁。哎，感谢，哎，谢谢，哎呦，别提冠军了，真的，谢谢，哎，行，谢谢，咱们今天聊点这个没有什么特色的家长里短啊，聊点干净的生活观察段子，哎，给各位讲讲，朋友们，你们平时家里头有没有用那种智能家居的？我就不太理解现在这个智能家居，朋友们。我真的去年去我一个朋友家里边做客，他家就是那种全屋定制智能家居，我一点都不夸张，他们家就是走到哪儿自己就亮到哪儿，走哪个屋门自己就开了，一进厨房门自己就关上了，跟《盗墓笔记》一样。我走完一圈，他还问我：“你感觉咱们家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我感觉你家有脏东西，你家。”他们家朋友们给我的感觉，两口子在那屋里就是其乐融融、机关重重，真的。朋友们，真的，我对这个电器是有我自己的理解的。我喜欢传统电器，我感觉这个电器我摁开关开了，它叫电器；不摁它自己开，那就是陷阱啊。而且你发现没有，这些东西一旦联网都有名字，一般都叫小什么玩意儿，全是叫小，没有叫大什么玩意儿的。他家的晾衣架叫小晾。镜子叫小镜，我对他家三项插座喊了半天，他没搭理我，没搭理我。完了，其他的就一律归那个小爱同学管了。你就感觉电器之间呢，就等级森严，就跟霸凌一样。小爱想命令谁就命令谁，而且我发现人吧。他一旦用这些电器，他那个语气不自主就变得特别礼貌。上一秒还跟你骂那个混蛋，下一秒想看电视，小弟，请把电视打开好吗？下一秒小优，请开空调。什么感觉？就东西全是他花钱买的，我感觉他搁他家里说的不算。而且那东西十分灵敏，不注意就触发了。我在他家刷着短视频，好好的凤凰传奇，是谁在唱歌？旁边来一句：“哎，我在。”就是。稍不注意就会惊动某一位家用电器。给各位介绍俩，哎，你们用过智能垃圾桶没有？没有。无所谓了啊，咱们就叫它小垃圾吧，好吧？小垃圾很有意思，就是一个垃圾桶一扫它就自动翻盖了。我能理解人懒嘛，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它加了300多块钱，多了一个功能叫臭氧发生器。我说臭氧发生器有什么用？他说关上盖以后能给里边的垃圾杀菌，这就触及到我盲区了。我说啥意思？一会儿咱还要用是怎么的？就给垃圾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真的300多块钱就一个臭氧发生器，我买那2手的冰箱才200多块钱，都没有杀菌的功能。我当时都恍惚了，想买点菜放他家垃圾桶里存着的呢。但是朋友们，我建议啊，如果你家养狗，咱就买一个智能垃圾桶。他家那狗特别喜欢这垃圾桶，狗一到那垃圾桶面前，垃圾桶就翻盖儿，特别方便那个狗吃垃圾呀。而且还杀了菌啊！当时就想明白，这垃圾桶是给狗做预制菜用的啊。养宠人士非常有共鸣啊！最不理解的没有之一，朋友们，是现在那个智能马桶啊，我不知道，咱们就叫它小马吧。小马也很神奇，是智能马桶一到面前就自动翻盖，有一带语音功能，你们见过没有？他家那就是一边翻盖一边对我喊欢迎光临。当时吓得就差点憋回去了。而且你发现没？现在马桶翻盖之后，池底下有灯泡会发光啊，会发光。朋友们相信我，我活了31年。见过翻盖之后能发光的东西，只有中华小当家做的菜。好有年代呀！年纪了。传说中的厨具打开才会发光。朋友们，我都想了一下，我要是爱迪生啊，看见马桶底下有灯泡能发光，
我都得抽根烟缓2礼拜。那么你想，爱迪生老师150年前呕心沥血发明电灯，为了什么？为了给咱们人类照亮黑暗，提供光明。150年后，人类用他的发明造马桶。真的，我都想过哎，有一事儿很神奇，朋友们，抽水马桶是1775年发明的，爱迪生是1879年发明的电灯泡。他前32年都是摸黑蹲马桶的，没想到有一天他发明电灯泡之后，咱说这玩意儿放头顶上就行了，没想到150年后人类用他这玩意儿在马桶里打追光，知道吧？朋友们，你知道这智能马桶啊，它不了解我的需求。我感觉朋友们，真正智能应该是那种能自动适应你各种状态的东西，对，就像洗临门。呼呼智能床垫能快速锁定我的最佳入眠姿势，让我呼呼任性睡。新的一年，祝大家用舒适马桶睡智能床垫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翟佳宁，谢谢。翟佳宁冠军，冠军！啊，厉害厉害厉害啊！行嘞，哎，这个叫什么智能家电这事儿，各位肯定也都碰见过一些事儿吧？非常感同身受。你们遇到过那种在上厕所的时候马桶盖要盖过来了吗？这我是不是太轻了，他感觉不到我的存在，直接夹在那儿？我感觉那个看着看着手机有人拍我背，然后就感觉哇塞，那个好温暖呀啊！我家那个智能马桶就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个盖子经常盖起来，它是经常抬起来。就是它那个底下那个感应特别灵敏，我有时候一进厕所一推开门，只是想去洗个手，它立刻就开起来，就感受到你，就感觉像是那种大户人家的仆人一样，就特别卑微。哟，少爷您来了，我说走啊，哎，然后我出去忘了个东西，回来一宿，哎，少爷您来了，我说走。我之前有去一个朋友家住，他们家就全屋都是用那个智能控制的，是那个灯得拍手那种是吧？灯它不是控制，它用声音。然后我晚上睡觉，声控灯。哎，对，就我晚上在睡觉了，我已经快半睡着了，我说关灯，然后不行，就是你的发音不标准，不行，你得这样站起来。关灯，共鸣。哎，一般不都是那种关灯的？我看人都是拍一下开，拍2下关。啊 ，Nobody but you，爸爸，关了就是这样，还得跳支舞吧。有些时候有声音也挺吓人。应该是长沙那个高铁站，它那个马桶是那种特别豪华的，它已经不叫做马桶，它叫做肠道水疗仪，它其实就是马桶，但是你一坐下去它就好，喷头已伸出，请对准，它会喊出来。它是2个房间，旁边有隔间。他说：“好的，喷头已使用完毕，您可以愉快的使用了。”喊出来，我就感觉隔壁听完这段语音以后，就要听你是不是愉快的上厕所了。你误会了，这个话就是隔壁在喊，真的假的？神经病！纯人工是吧？这声儿怎么感觉这么真着啊？就是隔壁那人喊的。我说有时候有点生化。好嘞，各场已经全部结束，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新人演员，掌声有请经常坐高铁出差的刘三变。这个稿子是一个非常稳的段子，如果这套段子出问题，那我的工作可能就出了问题。我希望拿出比较好的作品在咱们这个舞台上，我也希望用它来给我们这场演出开一个好头。掌声有请经常坐高铁出差的刘三变。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刘三变，一个全职的脱口演员，经常全国各地跑来跑去，很幸福啊，能够去不同的地方领略不同的风土人情，但就带来一个困扰，就刚才说到要经常坐高铁全国通行，很烦。原因可能跟大家都一样，因为经常碰到那种特别吵的孩子，对吧？你们在高铁上被孩子吵过吧？有，对吧？我不知道你们平时怎么处理的哈。不瞒你们说，我平时我是不处理的。忍了。你说那怎么处理啊？对吧？孩子行为的确不可控，咱也管不了，忍一下就过去了。但有一天情况很特殊，我必须得管，我必须得处理。那天高铁上我旁边坐着一对母子，孩子一直在吵，一直在闹，我必须得管。你们想象一下，高铁上我旁边一对母子，孩子一直在吵，我坐在旁边不管不顾，
就太像孩子爸爸了。我说你管一下呀！好像是更像了是吧？我说你快管一下你的孩子，多烦，吵到我们。他说我管了，我什么办法我都用了。我说，真的什么办法都用了吗？你最简单你都没用，你打他呀！他说我打他，他不就哭了吗？我说他现在在干什么？你告诉我他在干什么呀？他现在哭，我们所有人都烦躁。你把他打哭了，我们痛快。孩子自己笑得也很开心。开个玩笑，孩子还是不要打。高铁上只有熊孩子，没有乖孩子，也有乖孩子，但我们都忽略乖孩子，没有人夸乖孩子，对吧？我觉得吐槽熊孩这种行为这么频繁，是因为在网上发生的是一群对孩子缺乏耐心的人，对吧？你想想，如果是我妈那样一个60岁特别喜欢孩子们，他们会吐槽？不会吐槽，他会夸的，说你看这孩子一路蹦蹦跳跳，对吧？又吵又闹，多可爱，这就是活力。你看旁边这个年轻人一脸死相。有的人20岁就死了，到80岁才埋葬。而且，除了孩子吵，其实我们成年人反思一下，我们自己在公共场合也很吵。高铁上成年人也有很多不文明现象呀，比如吃那种味道很大的东西。你碰到，你要是方便面充饥，我能理解，而且方便面的味道在我能接受范围内。我曾经碰到一个人，他在高铁上他吃韭菜盒子。那东西很神奇，它神奇就神奇在你在任何一个封闭空间拿出韭菜盒子，这个空间就会变成韭菜味的盒子。当然，我对韭菜盒子没有任何成见，我也喜欢吃韭菜盒子，韭菜盒子好吃，好吃难闻。所以我觉得你在高铁上你想吃韭菜盒子，那你就得多带一点，给我们每个人都分一个。咱们一起吃，对，这样封闭的高铁车厢里面味道会更大，但这味道是我们一起营造的呀，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，每个人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了呀。我觉得在高铁上吃韭菜盒子只有一种可能，就这人他活得很憋屈，活得很压抑，他想做点什么，他想反抗，但他知法懂法，他又比较理智，比较克制，他排除了很多违法犯罪行为以后，选择在高铁上吃韭菜盒子。除此以外，成年人在公共场合还会给你提出一些没有边界感的要求，比如说换座，我很讨厌换座。我很多时候座位角度调好了，然后东西都放了，我想睡觉，然后就过来换。你要是家人需要照顾的话，我会毫不犹豫换座，不是不近人情的人。但往往提出换座的，都是小情侣，小情侣手脚健全，你们需要照顾什么呀？你们需要照顾一下我们情绪。而且手拉手过来，手拉手，我知道你俩相爱。但相爱就一定要在一起吗？有点距离不好吗？距离产生美，小别胜新婚，多甜蜜，是不是？而且拉着过来给的理由很霸道，不由分说，说能不能换个座位？我想跟我对象坐一起。你想就换呀，我还想呢。而且你不能就说你想，我觉得你总得给我个真诚的理由，对吧？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，把心里话说出来。你就拉着过来说能不能换个座位？我想跟我对象坐一起，因为我路上我想亲他。我会换的，真诚是必杀技，我会换的，我会换的。但换完之后我就会监督了。而且长途换就换了，我知道你俩接受不了异地恋，那为什么短途也换啊？平时住在嘉兴，去杭州演出23分钟，23分钟也要换座位吗？朋友，23分钟也没有分开过吗？你两口都没有分开23，你两口干将莫邪呀？对吧？没有分开过23分钟，在家不上厕所吗？就那么通畅吗？
当然台上那么吐槽啊，现实中会给人换的，现实中会给人换，因为我不是那种不近人情的人，是吧？我愿意成全别人，但我愿意成全不代表所有座位都能换。上次有哥们拿自己的 B 座，他拿他的 B 座，拿 B 座来换我的 F 座，那能换吗？啊？中间，那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吗？B 座3个人中间最挤那个座位 ，F 座2人靠窗，你坐过高铁都知道 ，F 座不是普通座位。F 座最舒服了，我觉得 F 座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1等座。B 座什么玩意儿？啊，谁想坐 B 座？你们谁会主动想坐 B 座？谁打开2306说今天给自己定个 B 座吧？暖和。那 B 座坐在中间，旁边 A 座、C 座大哥相对魁梧点，我都感觉我在坐警车一样。我都怕把我干过事交代出来。B 座换 F 座，说要跟他女朋友坐一起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女朋友在 D 座。你为什么不拿女朋友 D 座换别人 A 座、C 座？你坐在 B 座上，你俩不能坐一起吗？啊？就没有这种方案吗？所以你只是想要坐一起那么简单吗？并不是。我都看透了，哥们儿，你想坐一块还坐得舒舒服服的。B 座不能换 F 座，往心里去了。B 座不能换 F 座，这是原则。我个人觉得这个得写进法律里头。B 座不仅不能换 F 座 ，B 座不能换任何非 B 座。最烂的座。B 座换任何非 B 座都相当于升舱，那得给人加钱才是。不过我那天，我最后还给他俩免费升舱了，因为我不是那种，对吧？我说了，我怕扫别人兴，人家都提出要求了。还有一方面更重要，就是我怕我坐在 F 座，我路上想上厕所 ，D 座不让我出去。完了我就坐在 B 座上，我旁边 A 座、C 座大哥，非常的魁梧。我坐在 B 上越坐越难受。越做越憋屈，我越做越压抑，我想做点什么。我拿出了韭菜盒子。谢谢大家，3遍。哎，这个真好哎，他段子好好。他是纯那种京剧，很适合线上。谢谢刘3遍，恭喜爆掉了！谢谢刘3遍。柳3遍这一段大家听着好过瘾啊！观众鼓掌鼓的那太多了。哎呀，笑多了是不是？我有那么多事儿啊！不是真的，就是以前这个段子没有这么多掌声的。可能今天坐 B 座的人多。迪哥这是正 B 座的，我这绝对是 B 座，还好没有那么挤，可能是商务 B 座。商务 B 座。观众太好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哎，太棒了！今天这个就是又好笑又过瘾，然后又感觉特别的，帮你说话，然后嘴替的感觉，有共鸣。因为这种段子，它可能是我情绪也比较大，大家可能生活中也碰到过这种事情，是吧？我见到过，我之前有一次在一个咖啡馆，我正常点了一杯咖啡嘛，然后坐在那工作一会儿，突然我旁边出现一个人，他真的就是拎着一个韭菜盒子进来，坐在那儿，然后拉开那个塑料袋吃。那一进去感觉天都黑了，我晕，非常香，我给他打差评。是不是有点胖那个人？啊？他也没点喝，他没点喝的，没有点喝的。哇，我觉得他信念感好强。我见过信念感更强的，就一个人吃一个特别，我也觉得那味儿特大，旁边那个人拿香水一直喷他，就这么着，还吃。就这点吃，那吃的多香啊！对，他不管那些，因为他但凡知道这事儿有问题，他就不会再干这件事儿了，你明白吧？对。我觉得高铁还有比较好玩是那个乘务员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那儿
听着歌什么，他们就怕打扰你，他就说话就特别小声，但他越小声在你耳边一说话，你会吓得要死。我经常被他们吓得尖叫，然后叫完以后，他说啊，杨先生不好意思，那个今天晚饭你需要吃吗？哦，我说不用了，谢谢，免费的哟。为什么要在我这加一句免费的哟？平时看我讲那种故事，觉得我很爱贪小便宜，免费的哟。我当场就说啊，来一份，免费。我说也不吃，也不吃。行嘞，刘三变，我觉得你的这次演出给我们争得了不少的星数，所以感谢你的演出，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，三变。哇，他就是很会写段子，他能抓住特别细小的点，然后不断的往上翻番儿，细腻的情绪、怪诞的角度，又让你共情。我觉得这个是他很厉害的一个点。他是故意的嘛，就是故意给同行秀肌肉。你看看你们讲过那些，不能再讲了吧？我给你们示范一下，这个话题还能再讲，还能再找新的角度。哎，我真是很佩服他。闲鱼便宜，闲鱼集市更便宜。本节目由闲鱼独家冠名播出，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。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长康100%纯粹、长康100%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。好的，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山东的朋友。今天我讲段子的目的不是为了真的说多炸场，就是我想把这个段子有一个最好的表演状态。上台前我尽可能的让自己放松。这样才能在台上讲出节奏和梗。有请我们的楚哥。大家好，我楚哥。我和第一个演员不一样，我是一个兼职的脱口秀演员啊。我有个主业，我是在一家世界500强工作。没有开玩笑啊，100强。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牛马，然后其实福利确实还可以，但是收入一般。我现在在青岛生活嘛，然后养2个孩子，生活压力还挺大的。前段时间青岛下大雨嘛，我一个朋友约我吃饭，为了节省15块钱的打车费，我冒雨骑车5公里过去。这到了这都很不理解。你如果冻感冒了，没有钱不是更多？就他哪里知道？我虽然银行卡没有钱，但医保卡有，所以我媳妇儿对我特别放心，她相信我不可能出轨的，因为我如果带女生出去购物都不能去商场，我只能去药店，就我只有在药店才能装成有钱人的样子，我这一排都给我包起来，服务员得惊呆了，大哥，你是有什么大病吧？为了能够多挣点钱嘛，现在除了工作之余，我还在兼职开顺风车啊。上次我陪客户吃饭，喝多了，回家的时候也接了个顺风车。乘客上车很生气啊，我明明选的是独享，你怎么还拉了别人啊？我说你别误会，开车的那是代驾。那代驾也懵了，你喝多了还接顺风车？那我也很无奈啊，因为代驾实在太贵了，我哪怕接个顺风车，我挣的钱都不够代驾的一半，所以我就问那个乘客：“你会开车吗？”他说会。我说师傅，你下去吧。那乘客都看傻了。你等等，我也喝酒了呀。要不你叫我代驾吧。结果现在虽然不算很富裕，但是其实我小时候差点成为富二代的啊。这小时候我爸是我们村第一批开始在村里创业的人，算是一个农村企业家，所以从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家就成了贫困户。所以我印象很深，有几年每年大年30都有个老头去我家要钱，他到我家也不说话，就拿个椅子坐在我家堂屋正中间，一坐一整天。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是谁嘛。然后下午从外面玩完之后回家，我也不敢跟他说话，因为我爸上午还说要去山上请祖宗回家过年。我以为请回来了。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就问我妈，我说
你能看见吗？我妈说来要钱的，我说那就给他烧点呗。真的几年我都买不起新衣服，我穿的都是我姨奶奶从东北寄来的2手衣服。那时候小嘛，很虚荣。有小朋友问我说：“你的衣服怎么那么旧啊？”我就很紧张。我说：“这个衣服是新的，但东北太远了，寄过来就旧了。”他一脸的疑惑：“你的衣服是邮递员从东北给你穿回来的吗？”所以我是小学5年级的暑假，我姨奶奶第一次带她孙子去山东，我和她孙子一块玩，真的特别的自卑，因为那个孙子啊，他一直给我炫耀，看新衣服，哎，你怎么穿我衣服啊？我那时候就特别受挫，特别受打击，我那个时候就暗暗的发誓，我想，你牛什么牛？你等着，你那个衣服早晚也是我的。所以后来我是通过高考走出了农村，算是改变了命运。其实我真的想过，如果不是因为高考走出了农村，我可能都娶不到媳妇儿的。因为那个时候在农村，你如果想娶媳妇儿，你如果只有帅这一个优点是不够的。因为我爸年轻的时候就很帅，但俗话说就是贫困夫妻百事哀嘛。就我小时候，我爸妈每天都吵架，但有个好处，不摔东西。因为舍不得，真他们一吵架就放狠话，你信不信？我把咱家的电冰箱给砸了，你信不信？我把车送给别人。我在旁边听了一头雾水，这吵架呢，还许愿呢？因为这些东西我家都没有。但有一次我妈实在气坏了，她没有说话，把我们家唯一的一把茶壶给摔了。我爸看我妈摔，他也要摔，气呼呼在屋里走，他抱起了黑白电视。我又放下了，拿起了茶杯，也放下了，最后抱起了我幸亏也放下了。最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他从地上捡起了茶壶把手，又摔了一次。摔完2个人都后悔了，让我帮他们拼茶壶。真当我大半夜和他们一块拼茶壶的时候，我甚至在想，还不如摔我呢。因为真的很穷嘛，在农村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。你像包括我奶奶对我们家都很忽视，我和我奶奶都在一个村儿，但在大学之前，我对她的印象几乎为0。可能因为她孩子太多了，就我奶奶有9个孩子，然后我爸混得又不好，所以就不得宠。所以直到我高考考了我们全村历史最高分，我突然间天降奶奶。真当时全村的人都在讨论说，老楚家有个孩子考上了山东大学。我奶奶喜欢凑热闹，把头探进去，一脸羡慕。这要是我孙子就好了。不过现在他确实对我好很多了。然后现在为了弥补缺失的亲情，每年过年我去看他，他就会给我讲儿时的故事，讲那种奶慈孙孝的故事。这听得我都很感动。我说，这要是我奶奶就好了。不过说实话，我不怪他，他现在真的是年龄大了。所以我现在每年也会给我奶奶送钱，现在确实好点了嘛，但他反而不要，所以我就买点牛奶什么给他送去。但今年我发现，我给他买的牛奶，他不舍得喝，又卖给了小超市，换成了钱。主要是我70块钱买牛奶，他只能换60，我都傻了。所以我现在确实也不用穿2手衣服了嘛，甚至于我还可以把我闺女不穿的衣服寄回农村老家，给那些农村的孩子。有时候也会收到他们的反馈，虽然只有1句话，但对我的触动很大。他给我发消息说：“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穿旧衣服啊？”所以他们父母用的是最新款的 iPhone， 我都没有用过 iPhone。我给他回消息，我说：“2手的 iPhone 你还有不用的吗？”谢谢我楚哥。谢谢。很好听，就是娓娓道来，然后突然中间有夹杂一个笑点，非常让人有听得下去的欲望。谢谢。口音也不出戏，很棒。
刚才说这个小时候家里特别这个经济稍微差一点的时候，都会经历一都会稍微有一点。但是小时候我觉得好像没有特别觉得家家户户都是那个样子的。对对对。因为我每年过春节的时候都会去奶奶家。我们奶奶家条件也非常非常的差，而且我们住的那个山太高了嘛，水压也特别低，也来不了水，水龙头长期开着。哦。突然来水以后，全家都要金风送喜来，紫金怀。真的就很缺水那种状态。我奶奶家到什么地步？因为我还有个妹妹，爸爸妈妈、妹妹还有我们4个人睡一张床啊？怎么睡？落着睡吗？就这边睡啊？爸爸最下面嘛，什么？不要落着睡，床还是正常的床，不是一家4口睡一个单人床。而且农村那个被子，不知道为什么它里面塞了什么东西，好像是玉米粒，特别重，特别重，泰山压顶一样。我有的时候我说，妈妈妹妹，我想侧个身，1、2、3，全家要举个重，你们家盖石头啊？特别重，哎呦，气儿大一点，再一下来肩膀折了。重到什么地步哈？你早上醒了，你起不来，得等全家醒了，全家一起起床，1、2、3。好嘞，感谢我们楚哥，希望越来越好，谢谢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楚哥他是让你有会心一笑的感觉，比如说什么天降奶奶啊这些，他就会把一些现实的事情，但是用一种调侃的口吻给讲出来。我对他的讲的这些段子还是非常有记忆点的。